你好，我是廖佩薇。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天使的祝福。那今天是爱的序言天使祝福卡。为什么我很喜欢用这副牌卡呢？实际上，爱可以解决很多生命上我们很难以解决的问题。比如说好了，如果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慈悲的心态去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，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哦。我常常在回忆我童年的时候，虽然我个人觉得弗洛伊德的学派比较没有办法用科学去验证出来，但他讲的某些道理真的还蛮有道理的。在你7岁之前，你童年的生活影响力真的很大。那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处在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童年里面。我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才突然发现，如果不是来自于我父母亲的一些状况，我不谈状况，因为我曾经提过，我怕伤害我的家人。那我觉得我不会这么的敏感。那以前对自己的敏感很痛恨，现在觉得刚好适才适所的从事我这个工作，你愿意吗？我也希望你可以成为我的同行。我想会看这些视频的人，应该都是非常敏感的人。你才会去愿意接触自己，感觉自己。那如果你常常看这个视频，你应该是敏感的，或许你可以把你的敏感发挥在应该可以发挥的地方，找到你的天赋。你一定有很大的天赋是你没有发掘的，只是现在人都把自己的梦想局限得非常非常的小，好吗？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天使卡的服务咯。如果你抽到的是5号，为什么今天会从5号这张牌卡开始解释起？原因是因为这张是最难可以做得到的，因为我们承受了太多社会的制约，告诉你什么叫做好跟不好，什么叫对跟错，什么叫做应该跟不应该。那当然，我们只要不杀人放火，没有伤害到别人，我觉得 OK。但是我要先提到，爱情分手不叫伤害别人，因为爱情这件事情，你要选择是快乐的接受这个事实，平静的接受这个事实，或是本来它就应该有这个结果，或是你觉得很痛苦的我无法接受这个结果，都是在你的选择里面。所以我常说，生命的命运在于你的选择，只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我们有选择的空间而已。所以如果你抽到5号，它的答案就是诚实面对真实自我，对你的真实自我与真实感受保持诚实。你有多久没有保持诚实了呢？也是对自己，对他人。我刚刚咨商了一个个案，他告诉我说，我都有在做啊。比如说，我觉得他突然有点想笑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男生，我觉得他让我觉得非常可爱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都有在做啊。我说，那你怎么做呢？他说，我肚子饿的时候，我都会特别烦躁，我都很生气。所以我有在做。什么叫自我觉察？这不叫自我觉察。我当下就跟他提醒什么叫自我觉察哈。所以我们就这个关系叫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。我为什么会肚子饿，就会烦躁，会不舒服？如果你看到我讲出来，你就不要就讲，但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哈。这个不用置入自己，好不好？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应该来自于过去的经验，过去的一些你曾经遗忘的事情。那把它唤醒之后，让它过去，重塑生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。所以我最近才会常常提到催眠，我也常常提到催眠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的，不要赌一次，浪费你的钱。说实在的，我也不是那种完全以金钱为导向的人，你赌一次我也觉得反正我一样收钱，可是我觉得对你的生命帮助不大，你的不安焦虑一样会在你的心里，好吗？我们可以放松一点，也就是接受事情，你已经长这么大了，所以怎么可能一次你就好呢？一次药你就可以服用的好呢？就像有人还是来做一次的减肥，他来的时候跟我说他是要减肥他只有想来一次，这时候就真的麻烦了。我觉得我该做不该做了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是就很困难。然后我跟他讲说，我没办法，我不是神仙，因为我自己也需要有整理的部分
所以诚实的面对自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比如说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是相反的，我会自我不断的觉察我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，为什么个案这句话会引起我的情绪波动，那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久而且需要长久训练的工作才能够感觉得到的。所以诚实的面对自己，而且愿意诚实的说话。如果你没有办法诚实的说话，那就闭嘴，而不要伤人。诚实的说话是说出自己心里的话。比如说我常常举一个例子，你希望你老公早点回家，或是你男朋友早点回家陪伴你，你就跟他说，我需要被陪伴，你可以早点回家吗？而不是说你为什么每次都那么晚回来跟朋友在一起呢？这样子就产生了一种叫做愤怒。可是如果真心的话，是会跟他说，我真的好希望有人陪伴。如果他不懂不了解，你就要考虑到他真的是你的 Mr. Right 吗？这就是跟投射有关了。我们再来谈，如果你抽到的是4号牌，乐于表现表达爱，我们表达爱，我们就开始接受更多的爱。这句话真的非常的受用。如果我们愿意表达爱，我们真的会得到更多的爱。比如说我们对面的小编，他又会写我要剪掉了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赞美别人。可是在我的生命里，因为可能我的星盘本来金星就很落在风象宫位，再加上木星的加持，木星的接纳跟互容，所以我就很容易感觉到一个人的美好。所以我会感觉到，比如说我周围的人都会发现我很容易称赞别人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啊，很聪明啊。是啊，因为我做不到啊。可是不见得我是虚伪的，我是真的，也就是乐于表达出你爱的感受，对吧？我喜欢称赞别人，是吧？你会把它剪掉吗？OK，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我觉得来自于可能累世的习性，还有我母亲给我的一个优点。我妈妈也是有这个习惯。我家就这个我家这后面就跳的呢。我妈这方面就会讲说，我的小孩在某个部分很聪明，虽然他在小时候不见得可以完全保持这样子，可是他在某些时候会这样，所以我就也影响到了，我也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乐于表现你的爱，你会得到更多的爱。比如说我们的小编愿意告诉我说，老师我真的很需要你，我爱你，我会感觉到更浸淫在爱的感觉中。可是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话，所以那个爱就会减少了他现在在努力的表达当中，来不及OK， 所以如果你希望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爱的感受，记得你也常常用爱的语言去表达自己。接下来如果你抽到的是1号这张牌的人，我觉得对自我的要求一定很高就是锻炼慈悲心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。我常常会说一句话，我们为什么可以慈悲呢？原因在于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，所以我们可以不批判别人，不评价自己。当你开始不评价自己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我比较不会评价别人，比较不会讲的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个经验，是看到某些人，他们一开口就是批判别人。我过去的我也是这样子，所以我现在会看到别人有不同的东西存在，所以我的金木的相位角就会越来越鲜明。原因在这里，星盘怎么发挥由你选择，它可以我觉得只是一个交际，可是它也可以从我内心感觉到那个慈悲的力量。从不同的角度去看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。所以如果你的心越宽，你的空间越宽，你的生命就有更多的路。所以我常常在讲，爱自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愿意让我自己有更多的成长空间，但是它需要练习，不要急于苛责自己，要从自己的苛责中解脱出来，你才会有一个真实的生命，而不是社会灌输给你的生命，或是家庭灌输给你的生命，好吗？只是锻炼慈悲心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哦。抽到这张表示你对你自己要求真的很高，放松一点。好，接下来如果你抽到的是3号，
奇迹与祝福，每一件事情当中都隐藏着礼物。奇迹与祝福，或许有些人在测我的牌卡的时候，都会希望说我测到的是好的，测到的是好的。可是我以前就有个习惯，我在没有整理生命之前，我都有个习惯，我觉得，比如说我发现，我可能在3年后，我可能有运气比较好的时候，我会比较开心，而不是现在运气好，因为我觉得这3年可能是我可以准备的时间，我有时间可以准备我3年未来的日子，所以奇迹与祝福。什么是奇迹呢？什么是好的呢？什么是不好的呢？也就是说，当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，好的来临也是有受限的。所以，当奇迹发生的时候，你有多少的能量可以让它发挥更大的呢？因为这当中真的包含了很多的一个祝福，纵使你遇到不好的，它都可能是一个奇迹，因为它会让你训练成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向的感受。会的哦，相信我，亲爱的，真的，在我非常非常保持着我在这个讲话的当下，就是我自己的当下，我自己本来就是这个面貌，所以我真的是希望你也可以感觉到那种舒适，愿意把爱给别人的感受，感受得到吗？感受不到，如果你觉得我是废话，可能你就没有慢慢的感受你自己，这是很可惜的，你的丰盛度会变小，也就是你的生命永远都只有这一条路，好吗？慢慢来。接下来，如果你抽到的是最后一张，抱着爱与感谢来接受，喜欢地接受别人的赠予，也是一种展现爱的方式。如果你要说别人的赠予，我不如说生命中的赠予。你有想过说，或许这件事情在我多年之后去看，不是这样的感觉。于是像比如说我在早期的时候，我在非常非常早的时候，我过得非常潦倒，非常不好。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怎么会是这么的不顺呢？什么的。在经有多年的我在看这件事情，我会觉得幸好那时候我有那样的生命历程。你有没有看过一种人，他一生都非常的顺遂，所以他从来不会体会到别人怎么会这样，他只会觉得你干嘛不做？你为什么不做？你就做啊！可他没有感受到人是有很多的情绪束缚的，或是他会觉得说你干嘛看这个？好无聊，因为他都很顺，他不知道什么是不顺的感受，让你心里产生了压力。所以抱着爱跟感谢来接受别人的赠予，也就是生命给你的赠予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展现爱很好的方式，你会充满了爱的感受的经营。欢迎你来跟我谈爱的感受，如果你真的感受不到，你可以运用催眠让你放松，感觉到爱的感受。我的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下午5点，我又讲错了。如果你不喜欢找我，我也有团队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喜欢我这个人，我也有我其他的团队服务。所以谢谢你今天的参与，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照顾你自己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照顾，只要你愿意照顾自己，而不拘泥于什么事情一定要怎样，一定要怎样。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定要怎么样，就是说我一定要存很多钱，我要怎样怎样，这个部分比较多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。所以解放自己吧，好好的对待自己。我是廖佩薇，谢谢你今天的参与，拜拜，祝你有个好梦。